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热血快打》。本作由 SNK 1991年发售在了街机的平台，3个人物可以选择。遗憾的是，3个角色都是猛男啊！你这让我怎么选？这游戏我就不会玩了呀！3个角色里边，我选用的是小黑，名字叫比利。另外，小红叫龙，小蓝叫杜克。这3个角色的话，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杜克，算是拳皇的边缘人物，在94、02背景里边曾经出场，甚至在2000里边曾经作为李元护登场。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搞比利，因为他的攻击力比较高。在这种系统很简陋的游戏里边，攻击力高往往占据一定的优势。这台三角钢琴里边有回血的道具，这东西超级贵啊，这就给砸了。刚才进入的房间是游戏当中类似于奖励关卡的地点。咱们进去的话，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限时，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把障碍物拆掉，就可以拿到奖励。奖励里边包括分数，还有回血的道具。这个家伙是开店的，但是他这个店进不去，游戏做的还是不细致啊，也没有 VR， 也不是开放世界，也不能为所欲为。这里真是太遗憾了呀！游戏一共是3个操作按键，一个是拳，还有一个脚，另外是跳跃。拳和跳跃一起按的话，就是一个耗血的技能。比利使用这招的时候就是冲撞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用的，毕竟攻击范围很广。这里算是本关的一个小 BOSS 战了。拆车，拆完之后，本关的 BOSS 登场。这个 BOSS 叫做平家勇次郎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剧情里边的比利还有杜克2个人是侦探，他们正在调查一个黑帮的组织，叫做卡斯特劳之家。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来自于什么地区了，对吧？调查的过程中发现，卡斯特劳之家已经和11区的平和组联手了。2个人调查平和组的时候，又遇到了来自于日本的武术家龙。龙视平和组为仇敌，所以说3个人一拍即合，组成了主人公团队。咱们的故事也就开场了。游戏前期的主要对手就是平和组。看起来这家服装店可以进。主人公进来就开始拆东西啊！小黑拆商家的东西比平和组拆的都狠。所以说，到底谁是坏人，我一时分不清了。这种拿着铁链的敌人，一定要利用歪轴和他打架。他跳起来攻击这一下，判定是非常强的。这款游戏虽然是1991年出品，但是 SNK 没有很好的把游戏的打击感和手感调试好。所以本作的攻击判定显得非常的怪异。咱们的平 A 是不能完全安全的保护主人公的。这种设定一般会出现在街机早期的轻版动作游戏当中。所以说，当你平 A 对手的时候，你最好是拉着方向的上或者下，
进行一定程度的位移，这样安全性会稍稍得到保障。游戏的难度主要就来自于手感比较僵硬。第二呢，对面的攻击判定非常的强，而且攻击力很高，一不留神被对面打个2、3下，可能血量就要空。我这里就剩一半了。这种可以奔跑的小胖子其实非常的灵活。他把你推倒之后，往往会压你的起身，而且起身之后的第一时间，咱们是用不出来 AB 的，很容易被推倒一次，就直接起不来了。这里是第2关的小 boss 汤姆·安德森。这款游戏虽然手感上粗糙一些，但是每个 boss 它都给起了名字。像这种会反复出现的 BOSS， 游戏当中也给换了一个贴图，并且又起了一个名字，但招式上还是差不多的。第2关的流程是比较长的，游戏整体也就是5关左右，但是通关至少要半个小时。地面的道具咱们是可以捡的，但是道具在手里边都是限时的，包括了匕首、棍子、手枪等等，时间到了自动就飞出去了。听起来你就知道了，这款游戏很多的设定都比较怪异，包括它的平 A 不能100%的保护主人公，听起来都不可思议。我录制的上一个有这种设定的游戏还是《沉默之龙》，所以里边就选择了攻击力强的角色。现在打的这个 BOSS 我喜欢啊，它叫做平甲子。最后我冲了他一下，感觉很爽啊。第1关的 BOSS 平甲永次郎是她的老公，所以说曹丞相我悟了呀，之前是我太年轻了。这里来到了列车的顶部，第2关已经打了2波 BOSS 了，而且刚刚打的 BOSS 还带着保镖，他的保镖也有名字的设定，叫做哈罗德·卡尔。所以我感觉这款游戏是不是把精力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，反而轻版动作游戏最该注重的打击手感这方面忽略了。手里的匕首还有啤酒瓶，如果有的话，打 BOSS 其实是非常好用。大家看我现在掉的血量，这是挨了一冲锋枪，大概掉了1/10。但是你挨了一拳的话，就掉的很多了。这究竟是什么原理啊？我是穿着防弹衣吗？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的半格血哪去了？我感觉游戏进入到这儿，马上 BOSS 战了，形势一片大好，突然之间我的血量就没了一半。第2关的 BOSS 马歇尔，我想起了重装机兵的马歇尔。当年因为输出不够，经常看着马歇尔跳上了救护车，然后去加血，真的是绝望啊！这个家伙打他就需要注意他使用波动拳，使用波动拳的时候他会先变红。我用了很多无效的攻击，是因为这款游戏不能打得太莽。
啊，这下没有顶到，再顶一下，跑了。游戏后边的流程当中，他还会再出场的。第二关是真的长啊，终于是过了。这里有回血的道具，所以我就冲顶一下，没有回满，无所谓。AB 不要太注重了，该放的时候就放。你被打了一拳，亏的更多。用 AB 的话还有输出。被打了一拳的话就是赔了。这里咱们站在桥头，等这些逮虾户自己消失。竟然开着叉车撞我！我记得世嘉 MD 平台的蜘蛛侠刚开始不久涉及到这样一个 BOSS， 我的天！我用了一个炸弹加上一个滚筒，这两个家伙竟然没事，而且给了我一套小连招，我的血量打没不少。主人公又在进行他的勇者行为，冰柜拆不了了。我想起了玩勇者斗恶龙的时候，路过村民的家就开始摔罐子、摔箱子，所以村民为了勇者的冒险，也是尽了微薄之力。电话亭也拆，这里有一个猥琐大叔。猥琐大叔是说这个大叔比较猥琐，并不是说所有大叔都猥琐，也有像我这种非常正直的、思想纯洁的、从来不开车的，比较少见吧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！这里是第3关的小 boss， 他是第2关小 boss 汤姆·安德森的升级版，叫做加里·鲍威尔。我管你加里鲍什么呢，打就完事儿了。他最可怕的技能是跑起来那一招，因为会跨越 Y 轴，攻击的范围比较广。好良心啊！过了一个小关，把咱们的血量加满，刚加满我就浪没了一块。棍子捡起来，棍子如果能经常在手里就好了。结果呢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它自己就飞了。看这种小胖子后退，咱们一定要换线。又是一根棍子，我也不想这么早捡，我也想打 BOSS 的时候用，但是它自己会消失，真的好坑啊！这里幸亏手里有道具，不然4个敌人一起上来是很麻烦的。咱们的平 A 无法行之有效的把敌方击倒，用脚的话攻击太慢，我掌握不好时机。前方应该是第3关的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的名字叫做龙二，姓氏的话我有点判断不太准，可能是叫心疼，所以他叫心疼龙二，不叫山崎龙二。游戏后期还会遇到一个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 BOSS， 叫做心疼龙五，应该是兄弟关系。这个 BOSS 是本作最难对付的 BOSS 之一，攻击的动作非常的快，
打他最好的机会其实是在他跳起来之后。如果平 A 的话，最好咱们要拉方向，但也不是绝对安全，所以说 AB 也要常用。手里有道具了，道具流打他是最快的。这款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